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前成功级舰长黄镇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日之间的这一场争议已经持续延烧到这个整个第一岛链。今天就军事上，我们会特别的来做关注。我们先来看到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解读的3个火线话题。首先，第一个我们会来看到的是中俄现在一起合作在空海的部分同步压境给日本施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它出动它的辽宁号在日本的周边之外，还包括了来自于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轰炸机，包括了来自于俄罗斯的图95跟大陆的轰6，组成了一个编队跨越在对马海峡跟宫古海峡。等一下会有比较清晰的地图带观众朋友来看。日本的安保线被迫全面亮起红灯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来解读的是，除了对于日本施压之外，是不是也对韩国来施压呢？包括了7架俄罗斯的军机跟2架来自于大陆的军机都闯入了韩国识别区，停留时间长达1个小时。中俄对日韩是产生了双线威慑了吗？在示范同时对日韩投射核打击能力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也会来特别关心到，除了大陆对日本给予军事的压力之外，北京也启动了所谓的冷宫外交，什么意思？包括了禁海鲜、限制它的旅游跟断了文化的交流，这一套被视为是伤害把它降到最小化，但是威慑最大化的一个方案，能够逼日本在台湾议题红线上面来退缩吗？今天3个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首先来关心到是全球安全局势，可以说在第一岛链持续的往上攀升当中，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正在绕着日本航行之际、演训之际，日本防卫省丢出了一个震撼消息。现在看到的是中俄之间他们的战略轰炸机已经联手出动了。要特别注意到的是，这是第一次中俄的轰炸机跟中国大陆的航母同时一起行动。空中压境的画面，我们先来看到，包括了2架俄罗斯的图95轰炸机从日本海进入到东海之后，在上空和2架来自于大陆的轰6轰炸机一起做汇合。下一张图片，我们来特别看到他们走的这个行径，请导播特别来帮我们放大看。好，这是日方特别公布的有关于中俄他们的轰炸机行走的途径。我们来看到的是2国军机是一路沿着对马海峡、4国外海到太平洋，最后是绕到了宫古海峡，完成了这个长距离的一个战略巡航。当然，在往返的这个宫古海峡途中，又后来再加入了包括了4架的歼16加入护航。回到上一章，我们持续看到同一时间，日本的上空还出现了包括俄罗斯的预警机跟2架苏30的战机。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舰长如何看了大陆的航母辽宁号，再加上中俄他们能够挂核弹的这种轰炸机绕行日本，特别剑指包括了不管是对马、宫古海峡，我们要来解读这当中的战略意涵。中俄对日本的战略施压会不会持续的上升再加码？舰长怎么看？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一个例行的嘛，就好像老共如果对台湾不满，这个环台军演，到后来也都是这样落幕了。可是最近我开始看到中日的这个东西开始我还在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我也就会慢慢淡去了。可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很少去耸动去说一个事情，可能我杞人忧天。大家去听听看我的这个想法第一个，我先说这次是派了一个航母辽宁舰去那里你知道所有的军舰它每年都有一次考试，大概1年要1次。大家可以看到所谓的战斗群的训练这个资料，大家可以看，我很快的讲一下辽宁舰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刚开始成军不算，后来你看到没有？2021、2022、2020、21、22、23说他大修，所以2年空了。25又1次，这一次呢，你看到没有？这是山东23、24、25，几乎1年1次，就是他的一个测验考试。可是辽宁这一次最近又跑到了这个那里去起降直升机了。他就是我到那里几天，他上次什么时候？今年5月。所以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如果我们按这个来看的话，这一次解放军是真的专门派的是辽宁舰去威吓日本的。
就在他那里，而且就在他的那个叫做琉球群岛这里。那我在想说啊，他这次为什么要这么严肃呢？这次啊，当高市早苗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你就是要介入台海嘛？你有没有发现北京很厉害？他不跟你吵，你有没有权利介入台海？他把时序一下拉到了二战，先个是跟那个习近平打电话跟川普说，你们这个破坏二战后的秩序，什么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什么战败国、战胜国，什么反法西斯，什么日本要这个军国主义复苏，他把它全部拉回去了，你知道？那你一拉回去之后，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你不能干涉台湾，那还有的吵。台湾地位啊，什么这个来讲呢？可是当他拉回二战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人能够支持二战的战败国，那就是日本。你知道，在整个亚洲有2个战胜国，俄罗斯跟中国，所以他们2个现在团结起来，你会发现他在威胁的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我仔细想想，你以为只是日本吗？我不认为，我认为这最后牵扯到台湾，因为北京现在最大一个问题，大家去想哦，是什么？你知道？台湾的统一。你知道这是他的一个历史使命，他非要做。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说你这样做起来会打得很大。那台湾很大一部分人知道说，其实我们打不过解放军，可是美国国际盟友会帮我们。你看，这次日本是不是说就要帮我们了？我跟你讲，有史以来，如果北京要觉得抓到一个机会，要证明给你们看啊，将来美国跟国际盟友绝不会帮台湾的机会就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你讲了嘛，然后我就做给你看，我一定逼到你，叫你退回去。完毕之后，整个东北亚的秩序，大家去想哦，整个重塑，谁是东北亚的老大？北京。那以后如果说他去武统，台湾就要去想了。上一次日本弄成这个样子，老美都不出手，他会为我出手吗？所以我就突然觉得说，大家等着看，不会退休。他到最后会逼到什么地步？我告诉你，第一，高市早苗一定要道歉；第二，高市早苗要清楚的说明中日友好条约那里面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不说出这个东西，他会一直逼下去，最后是打给台北看。这是我的担忧。好，现在看起来整个中亚的战火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哦。中国大陆这一回透过跟俄罗斯的这一场行动，等于是向这个日本施压之外，当然在背后也是警告台湾，当然在背后也有警告美国。那第一岛链当中另外一个国家有没有也要对南韩趁机施压呢？我们现在也持续来关心，因为我们看到中俄的空军刚刚讲了嘛，是对日本下手，在巡航的途中，现在呢也在警告南韩吗？7架的俄罗斯的军机跟2架中国军机先后闯入了南韩这个防空识别区，停留时间是长达了1个小时。于是呢，南韩它的战机就被迫紧急升空，来采取战术来特别做应对。中俄的轰炸机经过，这个是巧合还是顺带威吓南韩呢？有没有可能对日韩实施核打击？接下来他是不是也在暗示李在明你要注意了？干哥怎么看？这绝对不会是巧合。当然，中俄之间的联合的空中的演习是每一年会举行1次到2次。那我非常同意刚刚舰长讲的，因为这是不太寻常。为什么？来，我们来仔细解析这张图哈。你现在看哈。Tu-95图波列夫95型轰炸机啊，它是什么？它是从哪里？它从鄂霍次克海南下之后呢，它就会经过什么？它就会经过这个宫古，不是那个对马，这就是对马岛。经过对马海峡的时候，它你看特别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它的飞行的速度变成缓慢，然后你还可以看到说在右边。那这个是 A50的空中预警机跟苏凯30战斗机，他们也在这边演训，但是唯独只有 Tu-95哦，它继续南下，通过了对马之后，南下到了东海，再跟粉红色的中国歼16战机，还有橘色的中国轰6轰炸机在东海汇合，所以大家就看到说。它有一个南下的箭头，一直到这边之后汇合之后，再继续南下。这里就是琉球，这里是奄美大岛，这是日本，这是4国啊。所以他们在这边汇合之后，这个是一个汇合点，再往上往这个太平洋东岸去进发，
最后再折返。我们图就没有再示意给大家看了啊。大家就晓得说，这个好像不是他们以前联合训练应该走的路径吧？对，我可以告诉各位，就不是以前的路径。现在这样走的意思就是什么？就告诉你说，高市早苗，我们今天这样飞了，而且我们是跟中国联合飞行训练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是不是应中国方面的需求？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敢讲，俄罗斯空军他今天愿意，为什么大家会发现说 TU-95在没有，因为你看苏凯30跟那个预警机，他们只在这边演训，没有跟着下去的原因是航程不够，唯一可以飞那么远而可以带核子弹的，就是 TU-95雄式轰炸机。它这一次的航行距离，我觉得已经到了它的极限了。为什么？这恐怕往返已经飞到了1000多公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一般就是俄罗斯国防部他不会这样子演训，他就是因为受到了某种请求或某种默契，所以说我们就这样飞一圈，飞给谁看？飞给高市早苗看。大家现在能够理解，而且就像舰长讲的，这个事情不解决，以后更多。继续像这样子的演练，所以他在通过宫古岛，他在通过对马的时候，他遇上了韩国的 KDIAZ， 就是韩国的飞航情报区。他经过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韩国战斗机必须要起飞拦截。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坦白讲一句，韩国的这个飞航情报区上面也跟俄罗斯有争议，那这个地方呢是跟中国有重叠的地方。其实坦白讲一句，大家多年以来都相安无事。可是这一次韩国竟然出动战斗机，就是因为你靠太近了。中国为什么会靠太近？为什么这一次连韩国都怕了？韩国起飞的是它最精锐的 F-15 那日本起飞的也是日本最精锐的 F-15J 那你说他们两国都出动最精锐的飞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局势不太对，所以这是几乎是60年来韩国战斗机第一次起飞去，你不要说拦截，应该是警戒，怕苏凯30跟这个轰6还有 TU-95这些飞机太接近了我们韩国的防空识别区的时候，会不会擦枪走火？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不仅仅是让日本会警醒，而且也让韩国的李在明会说，你要晓得哦，我们中韩一向友好，但有一天要是局势变了，你脑袋要先想清楚，你到底要站哪一边，这是最大的警示。好，这是解放军特别对日韩美台做出的一个警告，这个是在军事上面的施压。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解读的是这个大陆的动作，还有在其他的外交上面做更多的施压，包括了经济，这个被称为是冷宫外交。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帮我们特别做解读，包括了几个动作：禁止日本的海鲜旅游市井，取消文化交流。经济学人说，这样子的冷宫外交是把伤害降到最小，可是威慑可以最大化，其中就是要告诉日本说，台湾问题是一个红线，你不要碰，要让这个人民心存恐惧，那目标就达成了。这跟美国的经济制裁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刚讲冷宫外交，其实大家了解一下冷宫，我们以前说打入冷宫，好 ，OK， 你打入冷宫，当然就会害怕，这处罚的一种方式啊。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叫主从关系，通常比较高位的人才会对低位人说：“我要把你打入冷宫，对不对？”美国一向如此啊。我用301方案，我用紧急这个条款，我就觉得你谁不听我话，我就把你打入冷宫，就让你这个各地方都受不了。现在有底气的国家就2个嘛，美国现在还是有，中国我们的对岸真的已经强到非常有底气。尤其这一次啊，中日事件，我觉得就很多场电影都出现，你看歼15、F15这种，马上锁定这个火控雷达，lock up 你。马上告诉你，你再出问题，马上就毁了。所以他回去，还有第2辆英勇的战士还回来，又待了30几分钟。我跟你讲，这个都是电影情节，这很有趣。不过真的表面有趣，暗底下真的不有趣。也就是这个国际间的问题啊，这地缘政治只要弄到了一定高点，那有一些国家是没有办法接受。尤其我们讲对岸对日本，我们讲台湾真的有事，好像也不太会有事，因为对岸不太会打台湾。日本真的有事，我告诉你，真的就会有事。
敲桌子，因为激动了。我再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次我们的对岸已经强调很多，说我们剑已经上弦了，枪已经上膛了，随时你只要再忍我就打，但是要师出有名，所以很难师出有名。他先做一些冷攻制裁，当然这个美国也做很多嘛，当然这一套蛮像的，就中国也惯用了，只要底气到了就可以用，就是主人可以对你不听话的小弟讲这种话。当然不管怎么说，就是他第一个，首先这个你的海鲜进口他也帮你守住了，发布了旅游警讯，而且那个艺人呐到中国也被有没有像这个攻击部这些也被中国呢所有很多的限制。当然他所做的很多事情也会被人家讲话也就是他会自伤嘛，你打人家也会伤。尤其你现在做很多动作，不管这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中国有没有先预警日本，或者说预警之后呢，即便预警你还是有点想故意过红线，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是很敢这样做。我故意靠近，但也没有完全靠近，日本就会怕，他就一定要有飞机上来。当然他也不叫侦察机，他是 F 就准备战斗的 F-15就上来了，不是侦察机先说叫你走哦，就马上上来。那歼15还好一样嘛，是的，是军力，但人家的科技已经到达一定的，马上用火控雷达帮你锁住。这个雷达定位太厉害了，所以日本就会出问题。那我现在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个问题等等一直发生，现在又跟俄国这样子来嘛我觉得这个恶霸之名一定会被，尤其西方的主导的美国世界去讲，民主联盟一定说中国现在在惹事。好，那他我觉得不怕，因为这种已经被讲很多，像他们在定什么世界的轴心4国有没有？不就已经在讲这个从伊朗也在里面，俄国、中国这几个国家，北非就是 CRINC 轴心4国，这种恶名他也不怕了。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讲说，他们一定要达他最大的目的，也就是当然一定会伤，就是让伤害最小化。你刚刚讲的这个威慑最大化。对。不过现在还讲说，这次因为我讲对岸的底气到了一定水准之后，他现在在做的就是施压还有示威的动作。而且他不但是他收回这个话，这还不够哦。你让我捡到一把枪了，我枪又上膛了，你还要做到刚刚你最后讲的很重要，你一定要承认台湾是 PROC 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他甚至要他最后到承认，搞不好你光收的还不够，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要的更多，甚至领土上，琉球之前的钓鱼岛，我觉得中国现在要随时动弹不难了。他现在这一次在琉球附近，琉球他也不一定多么重视，因为他重视台湾，重中之重。可是琉球我觉得也是他准备要做的动作，后面大概就是台湾。我觉得这个有一系列的动作会在后面演出。对，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